他透过观察这个妈妈，他其实并不是去发现他的问题，然后给他一些 solution， 而是他一直不断去 inspire 这个妈妈。哇，你煮菜煮得好厉害哦！哇，你很会去做什么手工，而且或者说哇，你小孩带得很好。他是透过不断的因为这样子的观察，让他找到自己的价值，让他变得过去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弱势啊，我被人家需要或什么样的，你们就要来帮我啊什么。他变成是说哇，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社工他开始慢慢开始去做一些跟传统的那种角色，其实在很大的一个突破跟创新。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很尴尬，就是说以前呢、跟室友收房租的时候超尴尬的、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要跟你拿钱了，我是不是应该给姐说哦，最近住的还好吗？或者什么，就是那个就帮他稍微看一看，关心一下，就是会有时候会很尴尬。可是你如果稍微去怎么讲？我们以前是分开的，就是修东西就修东西，收房子就收房子。现在就是连在一起，就一边修你的冷气，一边跟你收房租，这样我收的也比较稍微心安理得。就是我有在 take care， 就是大家的空间，然后这样子大家彼此。不好意思，我要问，就是你们的管理团队，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有很多空间嘛，那你们现在有管理团队当中有多少人？然后你们就是这些团队来讲，你们自己就是管理一个空间吗？还是说那个空间里面本身有一个站长这样子的角色去统筹它这个空间的一些活动规划？不然你们如果那么多空间，然后每个空间都要办活动，你们会累死。对啊，我只是很好奇这个部分。要有一个一半一半的原则，这边有一个地方说，要有起码一定要有一个是台湾人。他除了有点类似当小班长的角色，就是 control 那边的不要有失序的行为发。他，如果你全部都外国人，那就爆炸了嘛，就是大家没有人知道这边的王法是什么嘛。但有一个台湾人让他知道说，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是这样，所以大家不需要。那个台湾人也某种程度会是我们的对口跟窗口。我们不可能每天就是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什么大小事，但是那个台湾人他就会是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针对所谓的事件，我们分为3个 level， 一个是当下必须处理的，跟明天可以处理的，跟1个礼拜可以处理的。什么是当下必须处理的？警察来了。警察来了。那个火灾啊什么的，超怕火灾的。我们现在买了一堆防灭火器，还有一氧化碳侦测跟烟雾侦。你们一般一般人在外面租房子，你根本不会 care 这些东西啊。我们自己租了一间之后，我才发现那一间热水器就是坏掉了，然后我去修的时候，我才知道，哇，我以前租房子我根本不会去看我的热水器，哇，2002年的，是几年前啊？然后我报修的时候，他说要修哦，热水器6、7年就要换了，你这个用了15年了，还在用。然后那个打开是一个多么恐怖的状态，里面是锈掉，然后积灰，然后是可以那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去描述那个，但我觉得那很像火葬场烧完东西之后，烧完东西之后，然后就整个灰飞烟灭那种，灰的啦、红的啦，就是肉色的那种很恶心的一个热水器。我以前租房子，我根本不会考虑到我的居家安全，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会说久了根本在当2房东，可是我们会说我们自己算是房东的管理顾问。就你其实房东也好，房客也好，没有人是关心那个房间的。那2房东会被人家诟病传统，就是没有人有责任感去 take care 这个空间，所以2房东才会被人家说会发生事情，然后都是因为2房东不会惯人家相关。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想尝试的角度是所谓的空间的管理的顾问，就是说我们真的会去比较照料到房东的需求是什么，他就是要有人帮他 take care， 他是3房，不然他要分3个人去租很麻烦。那房客的需求，那我自己都是曾经当过房客，所以很清楚。好，你怎么讲到这个？问一下，所以你们有成立公司，管理顾问公司？
因为没有税的问题。这个比较硬的，最后再回答好了。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跟那个邻居们相处？因为我刚才有听到你说就是出入复杂这些东西，因为你们还有办活动嘛，所以会有不停的有人一直在进出。那你要怎么去跟邻居打好关系？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们又在一个精华地段，然后那边房价又特别高，那住的应该也都不是普通的受薪阶级啊，只能这样讲。对，因为那个地段我们大概知道。那你要怎么去跟他们合作？老房子，所以你可以想象都是老邻居。都是老人吗？这有两个故事可以。没有，你要怎么去跟他们去，就是了解这个，让他们了解这个状况。也许就是要怎么去跟他们互动这样子。我们一开始没有互动啊，就爆炸了。后来比较被动的是，当爆炸的时候，就赶快去摸头，赶快去送礼物，赶快去解释这些事情。那到现在，我们开始尝试的是说，我们会办活动嘛，邀请邻居来参加，敦亲睦邻，对不对？一起吃饭嘛，一起约会，一起看电影啊，甚至我们的短中长期计划是希望说，因为其实当我们自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因为以前白天都在上班，都在办公大楼里嘛，但我们现在每天白天都在社区，都在家里面，你就会观察到白天就早上上班时间的时候，社区是一个很冷清，而且我觉得很恐怖的是族群太单一了，就只剩下老人跟推老人的人。老人跟推老人的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未来如果再不解决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这个社区在白天的时候是我们想象中小时候那种哇，青年、壮年、婴儿，然后什么全部在一起，那个画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那如果再不去解决的话，所以说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计划是说，我们会不会是未来，因为9楼现在在台北是四散在各个社区里面，都有蛮多地方都有点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变成未来比较野生有机的所谓现代社区发展协会的概念？而且这个不是跟政府拿补助，而是我们自己办活动，自己就是很自然的让大家自己来参加嘛。而且不一定是我们室友去煮饭，为什么不能找那个上海的阿嬷来煮饭？我同意。对啊，他有那些专长，那些音乐，他会拉什么乐器的？为什么今天都是外国人拉手风琴？不对啊，大家住在一起，为什么都是这些？对啊，为什么不是社区起来干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其实在慢慢在尝试的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愿景，哇，老人、壮年、小孩，青年共创。那你在场年轻人愿意跟你阿公每天朝夕相处的，我相信你应该会很烦吧？每天问你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那些价值观的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尝试。所以我们现在有2间公寓在尝试这件事情。那这2间公寓的样子是这样，就是我们发现太多的台北的房东是当年就是赚到了钱，然后当年也比较负担得起房子，所以说就是努力就是他强的，他就买房子。那家里下面大概就是这样，家里下面有几个人头，就是几间房子，然后几间房子呢都是自用住宅这样子，所以那现在好啦，有些是出国爽爽过完之后要回来台湾吃劳健保，然后有一些是儿女都大了，觉得空隙寂寞，觉得冷，然后家里4房太大，也每天也麻烦或者是什么的，所以说他们开始希望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他那些房东的样貌就大概是说，我有空间，但是我也有我想要的东西，而且我 care 的可能不是房租收到多少，是有一个房东很酷，他是一个之前科技业的还没退休快退休的老板，科技业你知道要不断创新嘛，他的东西才不会被吃掉嘛，干嘛？他不会用脸书啊，他也不会知道现在年轻人在红什么啊，但他跟我们的交换条件就是说。他希望可以让年轻人进来，就是年轻人是要有想法、有创意的，也知道现在流行什么的，让他可以。他的条件是你要跟他一直不断的聊天，然后就是说让他知道说，现在大概在红什么东西，那他的产品呢，他也可以分享说他过去创业的经验，然后他的那些
一些转折啊这些东西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他想要的是陪伴，交往啊，他想要的是陪伴吧。大家都要陪伴啊，是不是在像我们自己当时住在那个没有人陪伴的三房，也是需要陪伴。那大家以前都会，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很不对，就是说，大家以前都会想到说，哦，老人就是价值观啊、保守啊、传统啊。我抗议。对。后来完全发现事情。后来我才觉得说，妈的，有些年轻人根本就是保守到不行，就是他就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很没有任何的想象空间或任何就是人这一辈子他有很多可以想做，就是我就这样一路走来这样，很多我们被我们筛掉的访客，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样貌。那我们后来觉得说，其实一切都还是回到那个心态的问题。其实这个要有光，他们的态度的转型是一样的。我觉得说，我觉得都是那些长辈，其实也是分两种，就是所谓的传统跟保守。那会跟我们合作这群，我们可以发现他都是不断有在看新，不断接触新知识，一直想要跟上现在的流行的东西，他一直想要学东西，一直想要融入，一直想要参与，然后他有这样子的资源，但他想要跟这群现在的年轻人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换，这样子。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都是，我觉得都问题出在自己是主动或被动的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房东，他是一个退休医生，那他也是自己有一个4房的空间，然后他现在他的互动很有趣，他的房间。最近搬来一对比利时的兄弟，男大生来过他们的 gap year， 那个 gap year 怎么翻啊？中文没有 gap year， 因为台湾人没有这个观念。毕业后到工作前有让自己放空一年，去找寻自己的那一年这样子。他来台湾，他有1个月留在台湾。但我觉得他那个兄弟的弟弟也太不上道了，来 gap year， 然后一整天宅在家里玩电动游戏。但他哥哥就很有趣，哥哥，但我觉得他也是蛮无厘头的。那哥哥是他说他最大的目的是来台湾就来滑 Tinder。Tinder 是一个最近年轻人当红的，谁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有点尴尬的概念？交友软体，何止交友软体？含蓄一点就是交友软体嘛。肉体的交友软体。对，比较肉欲的交友软体，这样好了。OK。对。然后他很有趣哦，他每天他大概22岁，然后那个房东65岁，我退休医生。滑到房东吗？他每天都会去跟他说，这个妹怎么样？这个妹怎么样？开始滑一滑。然后那房东又会一直给他意见，然后这个看起来太俗了，这个有气质，然后这个很不错，然后但他也不敢给他太多的评价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他说，我今天要去约这个，然后我等一下跟他去咖啡馆，或者我这个要去看电影，或我今天要跟他去爬象山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每天回来都会跟他报告说，我今天怎么样。那个女的跟照片根本就照片嘛，差太多了。然后什么这些，然后或者今天有发展到什么阶段啊，然后他会跟你说，台湾的那个文化跟外国人在看这一种软体，或者说在讲男女交往的这个观念才差太多啦什么之类的。那跟那个叔叔抱怨，他叔叔就说你们就不同文化嘛，互相学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次我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就在滑，然后叔叔就问他说，这个软体啊，有没有我这个 generation 可以用？是用英文讲哦。然后下一个说 Don't tell my wife。然后阿姨就在旁边煮饭煮给大家吃。听不懂英文吗？听不懂。就我觉得他透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就有另外一个社会价值，是让很多的长辈年轻了好几岁，因为他没有不然他就无法接触到这些有趣的，或者说这些新的不管人与人的互动的方式啊，不管是好或坏啊，这样有趣的事情。我有个问题，我想知道一下本国人跟外国人的比例在多少？一半一半。申请。申请的吗？容易程度。
容易程度，但是外国人比较高啊，因为外国人还是，其实老实讲，我还没讲到我们的 business model。对啊。大家只想让我们什么，我们的那些利润到底哪来？那是从外国人来。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做，我们早期是在做 Couchsurfing 跟 Airbnb， 也在那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这样子。那当然现在没有在做 Airbnb， 但是现在从 Airbnb 里面学到一个非常target 到一群没有被满足的外国人。你可以想象一个来台大5个月的访问学者，当台大的宿舍满的时候，他要住哪？如果是你会住哪？你有讲过吗？你拿到一个台大的 offer 啊，5个月啊，然后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啊，唯一就是多乖，没有住的地方怎么办？每天住尊贤会馆。租房子5个月，你觉得要跟谁租？就只能找得到伴侣约，然后会浪费1个月的钱用。你觉得有房东会？多少房东会签外国人？的确。怎么办？基本上已经找不到地方住了啦。还有你说叫一个访问学是住5个月的青年旅社嘛，也是蛮怪的。去那个商务旅馆住5个月。对，商务旅馆也是，过去可能大家是这样搞啦。台湾的租屋环境，第一个就是半年以下的约根本签不到，房东看到外国人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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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了嘛。然后再来是你那个他一进去看到那个环境，哇，要死我！他已经习惯美国啊，或者说那个日本那种超明激进、很温馨。台湾的房子你也知道，铁窗，不要说。台湾时代哦。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几页？这一页就是那个室友的亲身经历，是我们第一个对那个日本人来台湾扮演学中文的这个日本人。刚讲的3年就是他的痛，根本就签不到房子啦，签到了那居住环境烂到不行，而且即便真的住进去之后，你想象这个访问学他大概1个月、1年就不是一辈子就来台湾这么一次了吧？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他为什么不会想要跟台湾人住在一起？甚至是这个来台湾学中文的外国人，如果他可以的话，为什么他只能在师大学中文？他不是整天24小时都在一个中文的环境里面？而且他甚至不只是讲中文，甚至是台湾文化。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期待台湾，因为其实在外国，不管在日本也好，或者现在在对岸，其实这个所谓的共生公寓，其实早就已经，譬如说我上个月才去。上礼拜才去日本，哇，我们各种方面都输了，硬体规模就算了，我们文化也输了，制度也输了，我们软体也输了。日本的不管是租屋法规也好，或者类似这种共生的概念的规范，其实日本人早就已经走得很前面。然后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公寓是一栋的、1层的、1排的。它一个点是有30间、20间的，我们一个点是3间、4间。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管理成本是非常高。那再加上是日本人已经开始很习惯这样子的文化，在他们因为可能外国人流动也高，那他们很知道说外国人的需求是什么，那日本有什么优点跟特色可以跟这群外国人去做交换。那外国有这样子的，不管是住房的需求或对文化的渴望。那日本可以提供他这样，因为台湾还没有这样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商机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需求，这就是我们的比较可以 cover 到我们所谓的表面上说，让台湾人可以用比较低于市场价格一点点的方式住到久了的原因是在这边。所以我们在低于6个月的房租，我们是会比一般市场价格会
一定的比例，譬如说，如果他只住1个月，他可能接近要2倍的房子，那他就是租越长，但是会越便宜。那他租6个月以上才会是所谓的一般的长租的稍微便宜一点点的价格。那房东在提供你们房子的时候，他是需要让你去参与所有的那些硬体空间的改造吗？房东呢，基本上他看到媒体的报道或看到粉丝页，他就已经拍了，就基本上大部分我们现在接触到就是全就是请我们委托我们所做空间顾问这样子。那比较要讨论的是说谁出钱。那出钱的话，就可以讨论到我们的合约长短，跟后来每个月要给他多少，就可以去谈。挑房，我觉得更重要是挑房东。同意。屋况基本上你进去看，就是那个修缮成本尽量不要太高。我们现在有跟那个什么，最近在募资帮大家打广告，起家工作室芒草心协会的那个，虽然已经达标，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支持一下。所以说，我们有新的物件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来帮忙看一下，就整个塞到就是没有壁癌、油漆弄过，然后不会漏水的状况下，大概预算要花到多少？然后请他先估价，估价不用请了，自己要不要找他做再讨论。那我想问说，那你们会注意到风水的问题吗？有点好奇。对啊。其实我自己是念地理系的。我觉得大家不要笑，风水是有科学根据，有一些是太玄了，那我无法解释。但是譬如说，很难讲，就是那种风向盛行风向。你知道这个地方，譬如说这个东西在顶楼物件特别明显。你就不要白目在把门窗或你开在东北面，你冬天会冷到不行啊。这个都是有，不要笑风水，真的是我觉得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比如说阳光到底会平常西晒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就不要放什么厨房一些或什么这些东西，或者说对，或者说室友的床就不要放在那边，会让它加热这样子。问一下，有没有碰过这个房客生病？房客生病？对，有。不是感冒，不是比较严重，传染性，感冒了3个月，都不好。流感。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跟比利时人交换那个，他是医生。我们现在团队每个人的大大小小病痛都是他帮我看的。我昨天才被他擦那个鼻子啊，鼻塞。对，他还给我他自己的私房药。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其实9楼是有点，我觉得我们毕竟都是从社会系或社会科学的角度出来的团队，我们其实一直在弱化。比较硬一点的说，你在讲挑战资本主义，或比较白话一点是在你在弱化金钱交换这件事情。就其实很多东西你是用钱换不到的。对，同意。所以其实刚刚有人问说我们有没有成立公司？我们现在有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并不是为做9楼开的，而是为了某一些需要开发票的人开的。那我们其实后来想，因为其实面对台湾很僵化的制度，就是目前会让台湾人租房子很贵啊，或什么的最主要原因在里面有写到是税的问题嘛。你不是自用住宅的时候，你的税是5倍、3倍、5倍左右，那这会让很多房东退出。那当然，在新任总统他有提那个房市3件，他其实有一项要解决这件事情，是可能法规的推动，其实有看到这个方向，当然还不确定那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还在。当然，如果那个赶快推过，当然是最好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空房在那个地方，让大家用那么高的房租金去租房子这样。那所以其实我们甚至更在想说，会不会不是用
公司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在讲创业，或者说大家在讲解决社会问题，现在当红就在讲你要创业，或者你要成立社会企业，你要解决社会问题。可是相同的，在魁北克在100年前遇到住房问题的时候，他们是成立住宅合作社。当年没有那种创业的热潮啊，或者那些东西。当年就是说有一群有需要的人，他有共同的面对的问题，那他们就组合在一起，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不一定是用公司，因为公司的方式的话 ，maybe 总是会有一些人会做有一些意义或怎么样之类的。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合作社可能会是一种，我在录影，我这段还是比较模糊讲过好了，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你可以借鉴那个有没有？在农村，有一些没有在使用的农田，它也是在农会去做转租给别人这样做法，有点类似这样的形式。没错，可是农田没有被课那么高的非自用农田之类的税，可是非自用住宅就很惨。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我们其实自己有2个比较 long term 的计划。当然，第一个是解决世代这个问题，就是社区的长辈跟年轻人在有互动跟交集，或者是所谓高龄社会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住宅或居住正义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1、2年才讲，其实已经讲了10几年、10几年这样子。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什么青年住宅啊、社会住宅啊，或者是这些国宅啊，或者这些概念都有出来。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如果在松烟哈，在哪很多这种设计展都会看到很多那种社会住宅的规划的蓝图啊、梦想、愿景啊什么东西的，大家都只看硬体啊。他充其量会讲哦，我们要建立让大家可以互动的那个通透性啊，或者什么连结性啊，那连结性是什么？没有那个人在里面去串谁跟你连接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发生在柯文哲上任的时候，一开始出现一个新闻，就是美和市跟一些捷运共构展的新闻。那邻居不是在抗议吗？为什么我隔壁要住这些弱势的人？他们拉低我的房价。哇塞，要求那些人也是月入3万多块，我自己还不到那个水准，就是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多现在变成说这些国宅也好，青年或社会住宅，它其实是一个污名或标签在上面。像我自己现在在台湾社会系的陈国生老师那边当助理，我在当助教上面。然后我们这学期要解决以一个地方为田野是兰州国宅，大家听过兰州国宅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没有知道的部分，他为什么你会知道他？吸毒。我小时候住在那个兰州市场附近。真的哦。对，可是旧的新的。我没有住非常久，我没有什么印象。大哥，唐叔只是听过而已。听过，在哪听过？新闻吗？对，新闻。兰州国宅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 case， 它其实是当年啊道路拓宽啊，或者是你要盖公园的时候，总是有违建户啊、拆迁户啊什么，但是那时候也比较强硬嘛，大家就大家就政府把它包成一包，大家就丢到那边去，然后也就民国60年的时候，对，超过60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那是非常新的房子，但当年呢，那边现在大概住了1200多户左右，要搞公办都更，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社会议题问题可以多成这样子，就是户数极多，产权极为复杂。当年是没有签什么房屋什么契约，是说一说房子就卖了，没有签东西的。违建呢，从原本都市规划的6坪8坪，它其实里面住了34坪。我想说违建可以违建到34坪是什么状况？它
它的铁窗突出去，还突到隔壁，就是 XY 轴、Z 轴都可以发展成违建。然后再来是，其实更关键的是，会住他的那个当年的规划是6坪、8坪跟14坪住一个家庭。当年可能挤一挤 K 修姐的轨迹啊，在这个时空环境条件下，是谁会住在6坪、8坪、14坪的环境里面？那就是你说吸毒，或者说就是那些可能被贴上标签的，就是打零工、街友，或者是每天要去找工作机会、找零工的人。大家会问说啊，干嘛他们不搬到新北市就好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同样那个地方房租一个月也是要5000哦，6坪、8坪这样子。你会想说啊，干嘛不到新庄，不到板桥，还是不到什么土城，找个稍微大一点的，为什么要归在那个地方？大家又太硬体了，住在那边的人们，你熟了，你要他搬到另外地方，他已经那么弱势了，他要去从那边人不会接纳他们，因为他的工作都是从他隔壁的邻居、土地公庙的庙祝或者是谁去介绍来的，那个网络很强。那当这个地方要谈台北市要获利、要都市更新、要盖一个典范，我就找了很多那种XX大学的建筑系的学生，哇，欧美的玻璃帷幕那种现代化建筑，你想到是多么的悲剧吗？如果真的把那些建筑盖好之后，第一个，当然这些人当然是住不进去嘛，房东怎么可能让他再用5000块？而且这个年头没有人在规划6坪、8坪、14坪的房子，这些人势必就是要消失。那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现在还基本上谈不太过去这件事情。但我们在想的都市更